中国一些地方的基建项目正面临着养不起的窘境。这种困境不仅体现在偏远地区，就连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未能幸免。最近，一则消息在广东佛山引发关注，投入运营不到5年的高明有轨电车线路突然宣布停运。这条被誉为世界首条商业运营的氢能源有轨电车的线路，曾是佛山市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高明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于2019年12月开通运营，是佛山市首条自主建设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。该项目总投资高达8.38亿元，全长约6.5公里。然而，这条备受瞩目的线路却在短短几年内陷入困境。官方给出的停运理由是整个系统的设备进入检修期，但何时检修完毕，甚至是否能够继续运营，官方并未给出明确答复。这种模糊的态度不禁让人怀疑，这条线路的停运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。事实上，高明有轨电车的困境并非个案。放眼全国，已经有多个城市的有轨电车项目陷入停工、停运，甚至面临拆除的命运。这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项目，如今却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沉重包袱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2个：一是客流量远低于预期；2是日常运营养护成本高昂。以高明有轨电车为例，2021年的日均客流量即为578人次，而到了2022年，官方甚至不再公布客流数据。有乘客体验时发现，加上乘务员，全部车厢的人可能都不到10人。这种寥寥无几的客流量与8.38亿元的投资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高明有轨电车并非孤立。2021年1月，珠海有轨电车宣布停运，成为全国首个暂停运营的新建有轨电车项目。这条线路自2014年开通以来，一直未能实现盈利，最终不得不面对停运的命运。除了珠海，云南瑞丽的有轨电车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。这个曾经满怀憧憬开工的项目，因为审批收紧而陷入停滞。当网友询问项目进度时，官方直言不讳地承认可行性论证不够，决策存在盲目性。这些停摆的项目与10多年前地方政府对有轨电车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。2010年前后，在轨道交通建设浪潮的推动下，全国90多个城市纷纷发布了建设有轨电车的计划，其中不乏一些中小城市，如天水、红河等。当时，有轨电车被视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，各地政府争相推出规划，希望借此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。为什么有轨电车曾经如此受欢迎？首先，它被视为一种介于公交车和地铁之间的交通方式，运量大于公交车，且可以作为观光线路。其次，相比地铁和轻轨，有轨电车的造价更低，建设周期更短。更重要的是，有轨电车的审批程序更为灵活。相比之下，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有着苛刻的建设门槛。根据201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，申请建设地铁或轻轨的城市需满足以下条件：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300亿元以上，地区生产总值3000亿元以上，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。而有轨电车的建设门槛则相对宽松，没有如此严格的指标限制。加之造价较低，风险较小，其审批权直接下放至省级政府。这意味着，即使达不到建设地铁的标准，中小城市也可以通过建设有轨电车来彰显自身实力，提升城市形象。对于地方官员来说，有轨电车项目不仅能改善交通，还能成为政绩工程。在 GDP 至上的考核体系下，大型基建项目无疑是快速提升经济指标的有效手段。
因此，即便城市的实际需求并不迫切，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选择上马有轨电车项目。然而，随着这些项目相继建成投入使用，问题也逐渐显现。最突出的是客流量严重不足，远低于预期。根据2023年的数据，全国城轨交通的平均客运强度为 0.55万人次公里日，而有轨电车的客流量远在这个平均水平之下。以佛山高明有轨电车为例，2021年的日均客流量仅为578人次，相当于平均客运强度的 1% 左右。低客流量直接导致了巨额亏损，一年几十万元的票价收入根本无法覆盖动辄上亿元的运营补贴。以佛山高明线路为例，每年的补贴高达上亿元。而在天水，情况更为严峻，一期线路年收入仅160万元，年运营成本却高达4000万元，亏损率超过 95%。这种巨额亏损最终只能由地方财政兜底。然而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，这种高额补贴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。有轨电车为何会沦为轨城电车？除了客流量不足，线路规划不科学也是重要原因。一些地方建设有轨电车的初衷是拉动新城、新区发展，因此将线路设在相对偏远的地区。然而，当城市人口扩张速度不及预期时，这些线路就变成了鸡肋。另一个问题是网络效应的缺失。很多中小城市的有轨电车只有1、2条线路，无法形成网络，难以为市民提供便捷的出行体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轨电车更像是一次性的观光项目，而非日常交通工具。然而，造成当前困境的根本原因，或许在于这些项目本身就不该在政绩驱动下盲目上马。虽然相对于动辄每公里10亿元的地铁而言，有轨电车的造价更低，但对于中小城市来说，动辄数亿元的投资仍然是一笔巨款。为了减轻建设压力，许多城市采用了 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。这种模式表面上减轻了地方财政的直接压力，但实际上只是将支出压力转移到了后期。由于轨道交通具有公益性质，票价不可能定得太高，而票价和广告等资源的收入远远无法覆盖后期的运营成本。最终，为了维持日常运营，政府不得不持续提供大额补贴。一些地方政府高估了自身的客流量，低估了有轨电车的后续运营成本。他们建得起，但养不起的困境，正在成为一些地方的沉重包袱。有轨电车项目的困境，实际上折射出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更广泛问题。在过去的10多年里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，铁公基及铁路、公路与机场领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与优化升级，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，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供养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。未来养不起、养不活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普遍。这种压力主要来自2个方面。首先，许多基建项目采用了 PPP 模式，这种模式在项目前期确实有效减轻了地方政府的直接财务负担，但随着项目的推进与运营，地方政府后期的补贴压力会与日俱增。以有轨电车为例，许多项目在建设阶段看似不需要政府直接投入大量资金，但在运营阶段却需要政府每年提供巨额补贴。这种以未来换现在的做法，实际上是将财政压力推迟到了未来。其次，任何基础设施项目都有一个生命周期。经过10多年的高强度运行和利用之后，中国正在迎来基建大维修的新阶段。与项目前期建设相比，后期的维护与修复工作
可能会产生更为巨额的成本。以铁路为例，许多设备的使用周期一般在10年左右。2013至2017年是动车组招标的高峰期，这意味着接下来几年，大量动车组设备将接近其设计使用寿命的尾声，迎来大规模检修更新的阶段。虽然这将利好设备制造和维修相关行业，但也意味着巨大的更新成本。公路领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中国高等级公路路面的设计年限一般为15到20年。据统计，2021年全国2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中，路龄超过15年的占比已超过50%。这意味着未来的养护成本将会大幅增加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些基础设施的维修与更新未必需要地方政府直接掏钱，比如铁路设备更新有国铁出资。但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些支出压力最终还是会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地方财政上。对于广大民众而言，基础设施的供养压力可能会带来双重影响。一方面，基础设施服务涨价可能会越来越普遍。2023年以来，多条高铁线路已经陆续涨价，这可能只是开始。未来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上调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基建维修与维护负担的日益加重，公共财政在其他公共项目上的投入可能会受到挤压，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福利水平的缩减。这意味着从教育、医疗到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都可能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。有轨电车的停运只是冰山一角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基础设施项目因维护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。最近的高速公路坍塌只是刚刚开始，